嗨，大家好，我是梦哥，欢迎来到带你看好车这个单元。前几天收回来一台非常漂亮的 Rainbow 500。这个系列单元呢，就是不管你是老手或新手，跟我买车，你们都可以买得非常安心，而且我会做到最严密的把关。这台车大概改装了12-13万，整台车可以说是好料满满，都是精品改装。在详细介绍这台车改装了什么东西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到底有多帅吧。哎，为什么这台车可以那么帅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所有改装的细节吧。第一个，它改了贴膜，这个贴膜上去啊，哇，那个质感就不一样。这个贴膜在某些光线的照射之下，它会变色。加上它这个是油箱罩，油箱罩照上去，原本的油箱比较小，照上去之后就变比较大，视觉感也会变得比较大块的感觉，比较抽用啊。这个贴膜大概就花1万块。好，再来，这台车很大灵魂的地方就是它的排气管 ，L 排气管，意大利的。再加上它改的前直通管，然后再加上阀门，这一套起来就差不多快6万。还有呢，还有一个很贵的地方就是脚踏前椅，这个也是有品牌的。脚踏前椅这一组加工钱差不多就快2万块。那这个脚踏前椅就是会让你骑姿啊更像美式汽车那种哈雷那种感觉。再来，它改那个高爷手把后加端子灯，还有后照镜下移，那这整个视觉感啊就会更像那种美式哈雷那种感觉。然后骑姿也会比较舒服，比较靠自己一点点，然后加上它的脚踏前椅，哇，这个整个感觉有没有？这是很有 feel 的感觉啊。好，刚刚讲的这些呢，改装品就差不多7-8万了。再来，它改的倍耐力的 NT60这种复古的胖胖胎，这个应该算是越野胎的一种。那这个视觉感呢就更复古了，加上它有装这个轮拱盖、轮胎盖，这轮胎盖就是很美式风格，它整个营造出来的氛围啊又更强烈一点点。然后再加上它有很棒的、很实用的东西，卡西提雾灯。卡西提雾灯这个是双色的，有白光、黄光，然后基本的宝利来的小风鹰的行车记录器，所以整套加起来夯不啷当，是它已经10多万了，11-12万了。我觉得这台车还有个很棒的视觉元素，就是这个加厚的这个椅垫。这个椅垫呢，单座的椅垫坐起来，哇，真的很有氛围。它当然也有保留原厂的后座，也是包厚的，然后也是这种菱格纹。然后它还有附，如果你要环岛呢，它还有附2个箱子，2个行李箱，再加上后靠背，而且还有一个小的后货架，让你可以直接环岛。1个人骑、2个人骑要带另一半出去，这台车都很够用。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营造出这台车这么好看的一个元素啊，就是这个避震器。这个避震器比一般改装的避震器呢，还要再低1公分左右，已经算是非常低的避震器。它是算定制的，它这个是 JDS 的避震器。它虽然没有挂氮气瓶，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复古元素会比较强烈一点，我觉得比较好看。那也是这个避震器的轴距呢那么短的关系，才可以营造出整台车。你看，从尾巴到上面那种整体那种营造那种视觉感很强烈啊。这个避震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重点哦，这台车的车价呢，它行情呢21年的，这台是2021年出厂的，大概在20出头万左右，二手行情。它大概跑15000公里。这台车目前售价呢是比行情多大概2万块，所以买到这台车真的很超值。改装品超过12-13万了，等于你就是不用花那么多，那10万块去改装，再加上你不用花这些时间，那我觉得这个钱再加上那个时间，就会让你非常有 CP 值，非常高的 CP 值。还有这台车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声浪。现在是阀门关起来，这样打开嘛，这样关起来，先来听一下它关起来的声音。好，我把麦克风拿一下哈，吹一下哦，我吹一下哦。好，这个是阀门关起来的声音嘛，再来是阀门打开，马上很明显的差异了吧？来听一下哦。
这个声音呢，可以让你很狂野的出门，很安静的回家。这声音真的很美妙。我不知道能不能真实的还原出我们当下听到的感觉，因为毕竟透过麦克风嘛。但是当下声音其实是很有质感，它不是那种很泡那种，哇，很嘈杂那种，它是很有 feel 的。然后到3、4档的时候，到一个时速忽然回油的时候，它还会有点放炮，这是我觉得它最美妙的地方。啊，刚刚还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到，它还有改那个 DMV 的拉杆，2段式拉杆啊，这个拉杆也不错，这个拉杆大概改装起来加工钱超过4000块左右。所以前车主啊，他是非常喜欢这台车，但是呢，他为什么骑了大概半年就换车？啊，这个坦白跟大家讲，因为呢，他换哈雷，他换更好的。他发觉说，虽然他改得很美好，他真的很用心改这台车，但是他想要红牌，他就想制造红牌。所以这台车适合什么人呢？很适合新手的你，或者是你老手的，你骑到很大马力的车的，然后你想要稍微悠哉的骑，那这台车也很适合你。那为什么说这台车很适合新手呢？而且很适合可能身高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女生或男生都很适合这台车，因为这台车坐高非常亲民，它的坐高我记得差不多大概才700 mm 而已，大概70公分的坐高。这个坐高，任何人听说150公分左右女生都可以驾驭得了这台车。你看我的脚，完全非常轻松，弯的超多，我大概178公分左右。然后在它的车重，我觉得也是可控范围内的车重，它大概在190公斤，没有破200。到200以上公斤，我觉得会稍微就是要有一点力气啊。但是因为它的重心低，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说，它有很重的感觉。另外，这台 Turbo 500，它的动力规格数据，它是500cc 的双缸引擎，它的最大马力在8500转之后可以到39.5匹，将近40匹的马力。最大扭力在4500转就可以试出超过4.2公斤米的扭力。那针对这台车的动力规格数据，我就不再特别琢磨了，我把它放在荧幕上，大家有兴趣可以截图一下哦。但是呢，这台车骑有个注意的点，就是因为它的重心比较低，手把比较高，所以你转弯跟你的骑姿你要习惯，就这样而已。大概你花个1天就可以习惯了。如果会骑挡车的人，像我是大概骑个1、2趟就习惯了。好，那总结以上这台车有这么多的美好呢，说真的，来看实车最准啦。那依照我的惯例一样，那台车买回来，前车主说大概1000公里前左右换过机油，大概换机油只骑了1000公里。那我觉得我还是要把它换掉，所以一样，我们现在到小赖那边去把这台车检查一下，换机油，该换的换，机油芯该换的换。那其他部分再请小赖好好检修一下，让下一位车主买回去可以非常安心，无后顾之忧，可以直接像这个牌子一样环岛啦，直接骑去环岛啦。那我们出发去小赖那边吧 ，Go！嘿，又来小赖这边了。小赖，这台是我第一台买的双缸车哦。之前都是买4缸或者是单缸。那这个双缸，我目前骑起来，我觉得好像起步比较有力一点。那双缸它的特性跟单缸、4缸啊，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因为双缸车的特性当然就是在低转速的扭力会比较大，4缸车的转速是比较高，那它的动力表现通常都在转速比较高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大的扭力跟马力的出现。我有发现它到了4000转，因为我看原厂数据是4500转，它就输出它最大的扭力。最大马力。对，那这台车又有改那个直通管，那让我骑起来觉得好像特别比较顺的感觉，因为是直通管会让你觉得好像尾速比较有力。对，是吗？对。改装直通管的话，当然就是在转速偏高的时候，它的动力表现会比较好。哦，有这个我感觉。当然，它这个起步也蛮有力的。我觉得相较之下，我会觉得比单缸跟4缸都还有力。应该说单缸跟双缸会比较像一点，但是跟4缸的差异会比较大。对，感觉不一样。对，那单缸跟双缸都是在低转速的扭力都比较大。哦，对，所以你都会觉得起步比较快，加速比较快。就是起步有力，对，然后改直通管尾速也有力，然后这台车 L 管声音又好听。好，那小赖，我们这台车要加多少瓶机油？这一台车的机油是要3瓶，2点多。2点多哦，将近3瓶，对不对？双缸为什么反而跟上次那个60一样3瓶啊？4缸为什么是一样的？机油量其实跟缸数没有很绝对的直接关系。哦，通常是制造商在设计这颗引擎设计上的差异。
理解，并不代表4缸就一定比较多，单缸就一定比较少机油。对，所以不能用缸数或排气量来决定它机油要加几罐。是 OK， 好，那小赖一样，照惯例一样帮我们换最好的机油。那个福斯的 Pro 4嘛，对，那个福斯的 Pro 赛克龙，福斯赛克龙的厂商，什么时候找我业配一下？你看我们讲了几集都是用你们家机油，这真的没业配，但是他们家油真的好用啊。对 ，OK 啊，那换油了。再帮你调松一点，这个这样太紧了。OK， 好，麻烦。哎，小赖，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轮胎胎纹 OK 吗？因为我发现它跟我一般所认识的轮胎好像长得不太一样。对，这个设计上它是倍耐力的 MT60R 系，MT60RS， 这设计上就是80%的公路，再加上20%的越野。哦，对，是多功轮胎款。对。是。那这个胎压你建议要打多少？这个胎压其实照原厂设计的，原厂设定的胎压值再打就可以了。哦，差不多好像30嘛。对，差不多30。因为我发现那天我把它打到33好像太跳了。有点太硬了。太硬对不对？因为这种多功轮胎，其实它的胎壁支撑就已经比较好、比较强。哦，难怪。对，所以你打太高的话，你会觉得很硬、很跳。那胎纹还够深吗？胎纹还很深。它的安全线的话哦，在这里就稍微比较没有这么明显。对，这个凸块这个就是安全线。哦，看到了。对，哥，你们看到吗？这一块。这里有凸块。还有这一块。好，换前面。前面的话，胎纹也都是还有的。所以这个回去大概再骑个几公里没问题。正常骑乘的话，这种胎它会比较耐磨。哦，这样子依照目前这个胎纹看起来，应该少说可以再骑个3、4千，应该没有问题。那刚刚先用清洁剂把链条稍微清洗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上链条油。这个侧柱是有点紧，保养最有感的就是这根侧柱。这个我也蛮常爱喷的。有时候这个如果没有喷的话太卡，你会以为你踢好了，对，结果靠腰这样就倒车了，对不对？对，有点危险。对，所以各位啊，这个侧柱要定时的上油保养哦。OK， 感谢小赖又帮我们保养了这么漂亮的一台车。这台车下次保养是什么时候？一样3000公里。OK，3000公里。那小赖，你刚刚检查过后啊，保养完，这台车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呢？基本上都蛮漂亮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应该是看起来都无倒无摔。对，现在车主呢，他都跟我说是无倒无摔，是真的哦。对，我们刚检查下来没有什么损伤。没有损伤，太赞了。所以一样可以直接环岛啦。环岛？你怎么这么了解我？你知道吗？其实呢，这台车已经卖掉了。这个车主呢，没有看车就直接跟我下定，然后要我骑到南投。哇，南投，环半岛啦。环半岛真的是讲到我心坎里。他先环个半岛，然后再由车主呢接棒，好不好？我叫他说你再去环个半岛，这样就环岛了。OK 了，因为这台车前面很酷啊，它就一个环岛 ING 啊。对，没错。好，那下一集影片呢，你就会看到我骑的这台车往南投的路上了。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啦，今天谢谢小赖啊，下一集见，拜拜。拜拜。